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你有沒有覺得啊，這10年來整個社會的氣氛好像越來越緊繃，大家好像更容易焦慮，也更容易吵起來。這個不是你亂想哦。有一位很厲害的社會心理學家強納森·海德，他就發現這背後其實是一場席捲全世界的巨大變化，而且我們每個人其實都已經被捲進去了。那海德用了一个比喻，我覺得真的超貼切，來形容我們現在的處境，就是那個聖經裡巴別塔的故事，你知道嗎？故事裡以前的人啊，大家講同一種話，想說一起蓋個高塔直通天堂，結果上帝一看不行啊，就把大家的語言全都打亂。結果呢，明明站在一起，卻誰也聽不懂誰在講什麼，這不是很諷刺嗎？海德就說，社群媒體這個發明出來要讓我們溝通更方便的東西，結果反而蓋出了一座現代的巴別塔。我們明明都講中文，都用一樣的表情符號，但好像越來越無法溝通了。好，所以今天這一集啊，我們會分3步來拆解這個問題。首先，我們先來看看這個問題到底有多嚴重，也就是全球性的心理健康危機。接着，我們會深入去挖根源，看看為什麼會這樣，特別是童年時期發生的一個大重塑。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光講問題沒用嘛，我們要來看看有什麼解決方法，怎麼把我們腦袋的主控權給拿回來。OK， 我們直接切入正題。第一部分，這整件事情啊，有個非常明確的起點，你猜是哪一年？答案是2012年，差不多就是從那時候開始，全世界的數據都冒出了一些非常嚇人的警訊。這些數據就像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讓我們看到社會底下其實藏着一個超級大的問題。你看哦，第一個警訊來自大學校園，從2012年左右開始，美國大學裡的心理諮商中心突然間整個被學生擠爆了。而且很奇怪的是，大家來的問題都超集中，幾乎全是焦慮跟憂鬱。那個數據的成長曲線不是那種慢慢往上爬咯，完全不是。它就像你走在平地，突然眼前出現一面垂直的懸崖，直接衝上去。感覺就像不知道誰按了一個開關，啪一聲，整個世代的心理狀態就這樣被改變了。如果你正在聽，接下來這個數據真的要特別注意，因為它很讓人心痛。剛剛講的還只是感覺焦慮，對吧？但這個問題早就已經變成實際的傷害行為了。美國疾病管制局的資料就顯示，在差不多同一個時間點，10到14歲的年輕女孩，你想想看，差不多就是國中那個年紀，因為自殘被送進醫院的比例，在短短5年內，你知道增加了多少嗎？是原本的4倍以上，4倍耶！這個數字真的告訴我們，問題的嚴重性可能已經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而且最讓人覺得毛毛的是，這件事不只發生在美國，完全不是。它就像一場你看不到的病毒，在幾乎一模一樣的時間點，用一模一樣的方式，同時在所有講英文的國家、北歐還有整個歐洲爆發開來。你想想看，全世界這麼多地方，在同一個時間點出現一樣的問題，這就幾乎可以肯定一件事。背後一定有一個共同的而且非常強大的原因，正在影響着整個已開發國家。所以那個神秘的開關到底是什麼？那個影響全世界的共同原因究竟是什麼？好，接下來我們就進到第2部分，一起來看看問題的正陽。海德認為關鍵就藏在童年的改變。來看看科技是怎麼把我們整個成長的過程給徹底反轉過來的。在這邊，海德就丟出他的核心理論了。他甚至直接說，他現在相信技術決定論。這聽起來好像很複雜，但其實意思很簡單啊，就是說，他認為現在真正改變我們社會、改變我們文化，甚至改變我們怎麼想事情的關鍵，已經不是政治或經濟了，而是科技。所以咯，想搞懂這場心理危機，我們就得把放大鏡拿起來，對準這個時代最大的變數——科技。我們來回顧一下那幾年科技上發生了什麼關鍵的大事，這就像一套組合拳，一拳接着一拳。首先是2009年，推特跟臉書推出了轉推和分享按鈕，這讓各種情緒化的東西可以像病毒一樣瞬間傳開。
隔年，2010年 ，iPhone 第一次有了前置鏡頭，這可不只是硬體升級哦，它完全改變了我們在網絡上秀自己的方式。再來，2012年，臉書買下了 Instagram，IG 從此變成青少年，特別是女生的社交宇宙。最後，2013年，臉書的留言功能改成可以蓋樓，結果就是任何一則貼文底下都可能變成一個大家吵翻天的公開法庭。你看這幾個小改變疊加起來，就創造出一個全新的、攻擊性更強，也更容易讓人沉迷的數位環境。所以你看，這兩個世代的童年差別真的不是普通的大，根本就是兩個世界。我們千禧世代青春期是用的是那種功能型手機，螢幕小小的，沒前鏡頭，上網還很貴，要省着用。數位世界對我們來說比較像是生活的附屬品。但是 Z 世代完全不一樣，他們的青春期是直接長在智慧型手機裡，網絡吃到飽，每天活在一個由演算法決定你看什麼的注意力戰場。可以說，他們整個成長經驗都被徹底數位化了。好，這就帶到了最關鍵的一點。為什麼童年這麼重要？因為青春期的大腦，它的可塑性是人生最強的時候。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塊還沒有乾的濕黏土，你給它什麼環境，它就會被塑造成什麼形狀，而且這個形狀會影響一輩子。結果呢，我們的 Z 世代就在大腦最敏感、最容易被塑造的這個階段，被一頭丟進了一個全新的、從來沒有人測試過的數位環境裡。這等於是把一整個世代的人當成一場史無前例的巨大社會實驗的白老鼠。聽到這裡，你可能會覺得有點絕望。但這也引發了一個更迫切的思考，這也是我們今天最重要的部分。如果我們的大腦真的正在被這個環境重新塑造，那我們就只能束手就擒嗎？當然不是。我們到底該怎麼做，才能從演算法的手中把我們心智的控制權給搶回來？海德解釋說我們的大腦基本上有兩種運作模式，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電腦的兩種作業系統。第一種叫做探索模式。這時候的你就像個充滿好奇心的探險家，對世界敞開雙臂，很喜歡學新東西，會主動去找機會。另外一種呢，叫做防禦模式。這時候的你就像個超緊張的衛兵，隨時都覺得有危險，焦慮地掃描四周，生怕被攻擊。那問題就來了，我們現在的數位環境，演算法的設計，就是不斷地把我們推向，並且鎖死在那個防禦模式。而長期處在這種狀態，對學習、對心理健康根本就是一場災難。那要怎麼辦呢？海德提出了3個核心的策略，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套心智重訓計劃，幫助我們強制從防禦模式切換為探索模式。第一，拿回你的注意力，你要把它當成你最珍貴的超能力來保護。第二，讓自己變得更強，去刻意練習一種叫做反脆弱的能力。第三，主動去訓練你的大腦，就像你在訓練一個 AI 模型一樣，你要自己決定要餵給它什麼樣的訓練資料。好，那具體要怎麼做？他給的建議都非常實際，你今天聽完就可以開始做。第一招，增加一點點麻煩，把那些最會讓你滑到停不下來的 App， 像是 TikTok、IG， 把它們從手機移走，只留在電腦上用。第二招，把世界關靜音，手機上9%的通知都關掉，尤其是 email。第三招，守住你一天的開始跟結束，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晚上睡前最後一件事，絕對不要是看手機。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重新把書撿回來讀，而且要讀一整本書，這是重建深度專注力最好的方法，沒有之一。接下來我們來聊聊反脆弱這個概念，這個非常關鍵。你想想看，有些東西像是我們的免疫系統或是我們的肌肉，你給它一點壓力、一點挑戰，它不但不會壞掉，反而會變得更強壯，這就是反脆弱。這給了我們一個超級重要的心態轉變，我們不應該把生活中的困難和挑戰當成是要躲開的威脅，而是要把它們看作是讓我們變強的重訓器材。你必須去面對壓力，才能真正練出心理的肌肉。那在公共討論上要怎麼降溫呢？海德分享了一個我覺得超簡單但又超有力量的口訣，就3句話。第一，我盡量不主動去冒犯別人。第二，我盡量不要那麼容易就覺得自己被冒犯。第三，也是最關鍵的，我盡量不轉傳那些會冒犯別人的內容。你聽起來是不是很簡單？但你想象一下，如果網絡上每一個人都願意遵守這3條，那整個世界的火氣大概會瞬間少掉1半以上。這也正好呼應了哲學家米爾講過的一句名言，他說，一個只知道自己立場的人，那他其實什麼都不知道。
這句話就像一記響亮的警鐘，它提醒我們要對抗演算法幫我們蓋的那個舒服的同溫層，要擺脫那個讓我們越來越狹隘的防禦模式。最好的解藥就是重新找回我們對不同觀點那種最原始的想去了解的好奇心。好，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海德的分析給了我們一個很清楚的診斷書。首先，這場全球性的心理健康危機是真的，而且引爆點就是2012年前後。再來，背後最大的原因就是智慧型手機跟社群媒體在 Z 世代大腦最脆弱的青春期，把他們的成長環境給整個改掉了。最後，解方其實就在我們自己手上，拿回我們的注意力，刻意去培養反脆弱，還有主動選擇要餵給我們大腦什麼樣的資訊。人類嘛，總是會想去蓋各種塔，這是我們的天性。但問題是，在經歷了這座讓我們無法溝通的現代巴別塔之後，我們的下一個世代要怎麼蓋出一座能真正經得起21世紀考驗，讓大家可以好好溝通的新塔呢？我想，這是留給我們每一個人的挑戰。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